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23号，咱们今天聊3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俄罗斯的国防部在5月21号的时候突然宣布，俄军已经遵照总统普京的命令，在临近乌克兰边境的军区展开第一阶段的战术性核武演习，模拟发射相关的工作。普京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墨迹未干啊，其中还特别提到说，中俄双方要恪守在2022年1月3号发表的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特别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理念。等于是普京当时承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但是呢，现在转身就翻脸不认账了。这里边呢可能是有2个原因，咱们一会儿呢会仔细的分析一下。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是跟台湾目前的局势有关。赖清德在5月20号就职典礼刚刚宣誓就职，然后呢发表了一个演讲。中共军方呢就宣布在5月23号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台湾的本岛的北部、南部、东部，还有金门岛、马祖岛等周边开展联合的演训。这个呢是继佩洛西2022年访问台湾之后的又一次环台军演。实际上中共叫嚣很凶啊，但是实力不济。这一次军演的规模呢，比2022年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军演规模还要小一点。而美国这边呢，也是在迅速做出反应。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5月22号的时候宣布说，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它叫 RIMPAC。那么这个演习呢是在6月26号的时候登场，在夏威夷群岛和周边的这个地区呢，将有29个国家参与。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参与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的数量啊，包括出动潜艇的数量，包括军队的数量等等，都比2022年上次这个演习的阵容呢更加扩大。环太平洋军演是每2年一次哈，那么这一次参加军演的呢，包括和中国发生的多起海上冲突事件的菲律宾啊，还有就是跟中国外交关系紧张的日本都将派兵参加。所以这里边呢，反制中共的意味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其实我觉得台湾最大的威胁呢不在中共的军演啊，而是在中共对台湾内部的渗透啊，就是它不是在萧墙之外，而是萧墙之内啊，这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这就说到第3个新闻，也就是台湾现在正在发生的宪政危机啊。这个宪政危机呢，其实也是国安危机，因为直接威胁到台湾的安全嘛。那么现在台湾呢，在立法院由蓝白联手要强行通过国会扩权法案、藐视国会法案和花东交通法案。这3个法案呢，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违宪的部分哈。那么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会仔细的分析一下。那么已经引发了数万人的街头抗议啊，据说可能很快在周末的时候会发生10几万人上街的抗议活动。我们一会儿会说一下这种危机几种可能的结局啊，包括总统是不是可以解散立法会啊，或者民众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去罢免这个立法委的委员。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说这样的危机呢，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在今天正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咱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个工伤信息哈，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美国洛杉矶呢有一个于女士啊，这个于女士呢已经现在年龄很大了，她77岁的时候呢，医生就说她肺部的纤维化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最多呢说她的寿命还只能再活1到2年，所以绝望之余啊，这位于女士呢就开始准备后事了。但是呢，如今已经5年过去了。于女士呢不但活着，而且还非常的开心。那么她怎么样绝处逢生的呢？当年是她的弟弟得知姐姐的病情之后呢，就劝姐姐试一试扁康丸啊，因为她弟弟自己呢就在服用扁康丸，效果很好啊。这个是我今天拿到了一个扁康丸的这个实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里边的话呢，有这个扁康丸的，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棕色的瓶子，然后呢还有这个比较大的一点的这个瓶子。这里面装的这个扁康丸的数量呢还是相当的大哈。那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小勺子啊，用这个小勺子呢就是挖一勺啊就吃就完了。它其实呢也是一款保健品啊，即使说你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肺部疾病，但是你想防止肺部疾病的话，这个扁康丸呢也可以吃。那么这个扁康丸呢，这样一个大瓶的话呢，可以够您吃大概1个月的时间。那当时这个于女士的这个弟弟呢，因为自己服用效果很好嘛，就让他的姐姐也试一下。那么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的这个于女士就开始服用扁康丸，服用了18瓶扁康丸之后呢，于女士的肺部超声波结果竟然是没有发现肺部有异常，就是她肺部纤维化这个问题彻底就好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了啊，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但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个传统医学啊，它确实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那么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扁康丸呢，是著名的韩医徐孝一院长独创的一款天然的清肺的产品，它能够清除肺部的积热，能够帮助恢复肺部的功能，使鼻炎、哮喘、皮肤病、重症肺病患者从根本上恢复健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呢，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扁康丸官网链接。扁康丸的专家咨询和全球24小时热线随时为您提供及时的服务。另外呢，目前市场上有不少这个冒名的这种扁康丸哈，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建议最好到扁康丸的官网上去购买。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工商服务信息之后呢，这个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新闻评论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普京到北京去跟习近平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啊，感觉关系很热闹。但是呢，联合声明墨迹未干，普京呢就翻脸不认账了。其实这个北京跟俄罗斯发表的联合声明写得很清楚，就是核大战打不赢也打不得。但是呢，这个普京根本就说话不算数。所以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在5月21号的时候突然间宣布，恰恰是因为普京的命令，他们决定在这个俄罗斯自己的境内啊，但是是靠近乌克兰的边境的地方展开第一阶段战术性的核武演习，要模拟发射战术性核武的相关的工作。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像普京或者习近平啊，他们是没有任何信用可言的，他们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算。所以我想民主国家呀，千万不要把他们讲的话当真啊，他们的任何承诺都是不能够相信的啊，他们的任何承诺也都是不能兑现的。那现在的问题是，普京为什么跟习近平签完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就突然翻脸？这里边我觉得大概有2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普京有意的要让习近平难堪。这一次普京到北京去，没有能够成功的和习近平签署西伯利亚力量2号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俄罗斯跨越西伯利亚，经过蒙古向这个中国呢输送天然气。这个天然气大概一年大概是500亿立方米，500亿立方米的话，等于是能够解决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外汇资金的来源问题嘛。但是呢，习近平没有跟他签啊，就是至少这一次没有把这个合同签成啊，虽然可能还在往前推进这个事儿啊，但是普京没有成功的签署这个协议。再加上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共因为害怕美国的制裁，已经大大的压缩了对俄罗斯的出口，甚至出现了这个3、4月份的时候对俄罗斯出口下滑的情况。而且就是说，基本上来说，从3月份开始，中俄之间这个金融结算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呢，都是让普京非常的不满啊，不跟我签协议啊，然后呢，对我的出口还在下滑。目前俄乌战争啊，中共的态度一直是受到西方指责的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给中共施加压力。但是有一点，中共是得到了夸奖。什么夸奖呢？就是习近平表态不支持普京打核战争，而普京是绝对不会让习近平在西方得到一点点的肯定和承认的。本来这个西方他可能是法国也好，就这次习近平这个去欧洲的时候，法国不是还夸赞习近平吗？说他在这个让普京不要打核战争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哎，普京就不能够给习近平这样的 credit 啊，这样的认可。所以呢，就通过进行战术核武演习的方式啊，就狠狠的打习近平的脸。当然，习近平虽然被俄爹打了脸呢，也绝对不会生气啊，因为普京越强硬呢，他就越会成为习近平心目中崇拜的大英雄啊。所以普京打得越狠，习近平心里边就越崇拜他啊，就越高兴啊。这个呢是普京呢现在要进行这个核武试验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中共虽然向俄罗斯出口了很多产品，但中共的产品质量非常的差。周二的时候啊，5月21号有这个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京呢，他去参加了叫做第9届俄罗斯工业数字化年度会议。这个是在这个叫这个夏诺夫哥罗德的这个地方啊拉开帷幕。那么这个米舒斯京呢，就是俄罗斯的总理，在参观的时候批评俄罗斯汽车制造商为该国更新的伏尔加汽车配备了中国制造的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是吧？但它其中也确实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转向轴啊，这个里边的一些零部件之间的磨合呀，它的寿命问题啊等等，这个可能确实还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这个制造业的水平。那俄罗斯的工会啊，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抱怨说，中国汽车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质量非常的低劣。俄罗斯汽车服务联盟甚至表示说，使用中国零件的车辆经常出现故障，需要定期的维修和保养。就你买这么一个玩意儿哈，你觉得它挺便宜的啊，比如说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呢，它由此可能会发生的故障、车祸啊，以及
后续的维修的费用可能远远不止100元。2023年10月份的时候，一家汽车服务站的员工啊，就告诉当地的一个媒体啊，应该是一个 local 的一个就当地的一个比较小的媒体叫 URA.RU 啊，应该是一个就是线上的网站，说这些中国零部件看起来与欧洲汽车零部件相似啊，但是质量非常低，它的成本比原装备件低得多，但它们可能会，而且确实会导致严重的损坏。最近有这个广汽的跨界啊，这个车呢差点把一个俄罗斯的司机活活烧死。事故是发生在莫斯科到奥伦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这辆中国造的这个电动车汽车车门处起火，这时候你赶快得跑吧，对吧？但是呢刹车失灵啊，车还在往前冲，然后呢安全带被卡住，你摘不下来这个安全带，所以这个司机呢等于是着火的情况下又很难往外跑，车还没停。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司机还是奇迹般的从死亡之门之前逃脱了啊，但是呢，确实因多处的烧伤被送往医院。所以就是说，中共一方面现在对俄罗斯的援助呢有点别别扭扭啊，滋滋扭扭的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援助的东西质量又很差。当然，普京的话呢就要发泄对中共的不满。除了这样的一种发泄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对乌克兰的战争现在陷入了焦灼啊。每次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普京都要祭出核威胁的大棒。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这个看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京这个习近平他的表态比较有意思的是，习近平什么都不反对啊，普京干什么他都同意，但是呢，习近平独反对核大战。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普京来说这个他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啊。我忘了是不是普京讲过这样的话，还是普京的那个导师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不能取得胜利的话，这个世界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打不赢乌克兰的话，我觉得还不如跟全世界同归于尽啊。普京是这样想，但是习近平是绝对不想跟普京同归于尽的啊。因为如果世界不存在了，这习近平的荣华富贵不也就到头了吗？是吧？习近平还有很多事要做，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觉得人生的这个乐趣的话还没有享受嘛。所以呢，其实习近平还是担心这个世界会在战争中毁灭。其实他如果有这样的担心的话，其实台海战争呢，因此也就不会真的爆发。这可能也是中共现在环台军演缩减了规模的原因。赖清德在5月20号总统就职演说中呢，指出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还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都让中共很不爽。中共过去还讲一讲什么这个统战9·2共识这个还讲一讲什么这个两岸一家亲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对赖清德，中共现在已经讲不出这样的话了。但是呢，中共又没办法因为中共靠武力的话是拿不下台湾的。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误判很多人觉得以中共军事之强大世界第2大经济体拿下台湾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中共有把握武力拿下台湾的话，他是1分钟都不会等的。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拿不下所以中共才使用文攻武吓采用一种恐吓的方式、胁迫的方式或者采用一种渗透的方式。那对于赖清德指出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互不隶属这样的一个现状呢，中共是不得不做出反应的所以于是呢才有了这次军演打不过你，但是呢就先吓唬一下你吧。这个呢就跟2022年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发动的环台军演一样。当年这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中国有很多这个粉红这个非常的激动认为这样呢就是这个中共去武装入侵并且统一台湾的一个借口然后的话这个祖国就统一了，他们非常期待的战争的爆发，结果中共什么都没做，而且专门等到佩洛西走了以后就 Nancy Pelosi 离开台湾之后，中共才敢发动一场军演。据说是本来要这个军演2天，结果这个一下午就结束了包括这个中共打这个导弹呢，都打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导弹都打歪了这个中共说要打5发最后呢就是有2发落入了日本这个专属经济区，就说明中共的武器也不灵。那现在呢，这个中共呢又准备发动这么一个环台的军演就跟2022年那一次佩洛西走之后的军演是一样的。前这个日本自卫舰队的司令官香田洋二表示说，目前看来就是这一次中共的环台演习呢，规模没有佩洛西访台的时候那么大。是为了对台湾的新政权施压，而不是为了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所以这次中共大概演习完了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也有可能还会有后续的演习但是这个真正你说中共发动战争的话，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虽然中共不可能发动战争，可是美国必须要展示这种遏制中共的决心。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周三5月22号的时候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叫做 RIMPAC 2024，预计在6月26号登场，并且一直持续到8月2号。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是2年一次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美国海军表示，这一次呢，预计将有29个国家、40艘水面舰艇包括航空母舰了，3艘潜艇、14国陆军的部队和150多架飞机，还有超过25000名人员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的国家都有谁呢？当然我这么说的话，包括这个它有 overlap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美国拉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圈首先是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这个 QUAD， 美国、日本、印度。这个澳大利亚所以这个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参加。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 AUKUS，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3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样的一个朋友圈。还有呢 G7 国家，就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除了中共以外的这个7个国家的经济体全部参与，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日本全部参与。还有谁呢？还有包括韩国还包括菲律宾等等。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别的小国，像比利时像丹麦像这个泰国这个马来西亚等等，就是南中国海的很多国家，新加坡等等他们都参与。当然了，台湾的话也希望参与了，但是呢，就是美国还是没有让他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本来这29国的环太平洋军演遏制中共的意味就非常浓如果加入台湾的话，等于是就带有浓重的挑衅中共的意味了加剧美中的紧张局势，而且让一些本来想参与的盟国呢也不好再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呢，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是把台湾给剔除了，但是美国和台湾自己它有一个联合军事演习。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军事演习捍卫台湾的这个台海和平包括南中国海的安全，这个姿态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硬。最后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台湾目前面临的这个宪政的危机咱们刚才讲台湾最大的危机呢不在外面不在外面的中共军队，而是在里部这个里面也就是中共渗透进入台湾的那些瓦解台湾民主的力量。现在呢，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湾的立法会实现了蓝白合之前在竞选的时候没有蓝白合成功嘛，但是在立法会他们这个双方就咱也不说同流合污吧，反正就他们就携起手来了联手推出了一个法案，要让国会扩权。扩到什么程度？把国会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共和体制之下，分权制衡是要件就是像美国这种共和体制实际上它是立法、行政、司法3权分立是吧？那在美国，在这个台湾的话呢，它其实是5权互相之间的制衡。而国会现在要通过的法案是要扩权，扩张国会的权力，让国会凌驾在这个行政的单位总统这个行政院凌驾在他们的这个上面。有人说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咱们就说一说国民党他们自己怎么说的国民党党团的总召傅昆萁他就表示说，改革的目的是让民进党找不到任何内阁官员。所以你的目的的话，按他的说法，让你民进党找不到任何内阁官员的话，你的政府怎么运作，对吧？实际上就是给政府捣乱来了。这是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亲口说的话。所以你就会知道，他最开始推出这样的法案，不是为了中华民国好，而是就是为了给中华民国的政府、民选的政府捣乱。这个简直是对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的公然的蔑视。还有另外一位国民党的立委叫翁小玲他最近说，听证会上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是上下关系也就是说立法是凌驾于行政之上这种说法明显违背了宪法的原则。所谓分权制衡，就是不同的权力之间互不隶属就像美国一样，总统他不隶属于国会国会的话也不隶属于最高法院他们是一种分权制衡的关系。比如说举个例子具体来说，这个国会扩权法要求台湾的总统去参加立法院的质询。这个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仅能够进行国情的报告他是没有义务去接受议会的质询的。这个大家不要误导，美国总统的话，他也是每年有一次国情咨文。咱们叫国情咨文其实英文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什么叫 Union？Union 的话就是联合起来我的目的的话呢是向国会报告是展现美国团结包括美国两党团结。所以美国两党议员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们都要出席这次国庆咨文，那是1年1度的像国家的盛会啊。媒体的话也会一直全程的实况的报道。但是在这样的国庆咨文的这种活动中，总统是不接受议会质询的，议会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质询总统。你什么时候看到总统被国会征召到国会去听证是吧？没有。国会他可以去征召一些政府内阁的部长去听证，但这种听证的话呢，这个部长的话，他想回答的回答，他不想回答的话，他可以不回答啊。他的律师可以说啊，这个是国会没有权利知道啊，或者这个呢，我们现在不能够透露等等。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虽然美国国会也能够对内阁成员进行质询啊，其实不叫质询，叫听证，但是呢，他没有去把总统招到国会来进行质询的权利。如果你真的对总统不满的话，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国会对总统发起弹劾。OK， 所以而大家知道弹劾的门槛很高嘛。同时呢，这个国会对于行政官员的这个听证会啊，它只能媒体报道啊，然后的话呢，争取民间舆论的支持。而实际上的话，美国国会是不能够在质询期间说你撒谎，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现在的话呢，这个台湾的现在的这种国会的扩权呢，这个台湾立法会的扩权的话，就是不但可以对任何内阁成员进行质询，包括总统，而且如果他认为你在撒谎的话，他就可以说你藐视国会，然后的话就可以对你进行处罚。你等于是把立法机构凌驾于行政机构之上，而且充当了一个司法仲裁，说我认为你撒谎了，所以你就撒谎了，所以我就要处罚你。这个是违宪的啊，就是这个从共和体制的这个设计的基础来说啊，或者是说从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说的话，这是一种违宪的行为。而且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细节哈，就是蓝白联合提出的国会滥权法案的第47条和第48条规定，只要蓝白两党同意，就可以第一要求企业交出商业机密，要求人民交出隐私，而且不用搜索票。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它是可以去抓你的，对吧？它就是相当于这个公安部嘛，相当于这个联邦的这个警察嘛，它可以抓你。但是他抓你之前，他一定得有法院的 warrant， 就是需要有法院的搜查令和法院的这个传票。他不能无缘无故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啊，我是 FBI agent， 敲了你的门之后的话就抓你，或者敲你的门的话就要求你把你们家的什么什么什么隐私交出来啊，把你这个企业的商业机密交出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美国的话，它是这样哈，那你台湾怎么可以在没有法院传票的情况下就要求人民交出隐私，要求企业交出商业机密？你不光是相当于取代了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发传票的功能，你连法院的功能都一块取代了。中国都知道，就是说公安负责抓人起诉啊，这个公安负责抓人，然后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的话负责判案，然后呢还有这个律师可以辩护，他还有这么一个在司法程序上还要有这么一个分权制衡啊，还要有这么一个程序正义。你这个台湾的立法会什么都没有啊！你自己拍拍脑袋说我想去看你的隐私，我想去看你的商业机密，连传票都不要的话，就可以让你去这样做的话，那你不是变成了一个超级机构吗？对吧？你凌驾在所有的行政跟司法之上了，对吧？这显然是违宪的，对吧？这是国会滥权的，这是。再一个的话呢，他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对正在调查的案件送复门给蓝白立委。你不是律师，你不是这个法院，你凭什么要看？你想看谁的案子就看谁的案子，对吧？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是破坏司法的独立嘛。然后呢，还破天荒的要求军队必须交出蓝白想要知道的资讯。那一旦你拿到了这个军队的秘密之后的话，如果不给你就是藐视国会。那如果给了你之后的话，我知道你拿它干什么，对吧？那你万一拿了这个军队的国家机密之后，你转给习近平怎么办？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啊！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就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正在跟外交部对簿公堂。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也因为涉嫌向南韩当局泄露有关台湾最高机密潜艇计划而接受调查。所以国民党这是有这个前科的，对吧？你就是把国家机密送到别的国家去了，对吧？那现在军队的机密交给你，你交给习近平怎么办？然后呢，他可以这个任意的处罚拒绝配合的企业、社团和一般民众啊，就可以说他藐视这个国会啊，或者藐视立法会，而且可以连续开罚。所以呢，这些条文呢，就是我刚才这么一讲，大家都能够听得到哈，违反了这个
共和宪政的原则啊，而且彻彻底底的是恶法。所以呢，就是有人指出这样的规定呢，本质上形同台湾版的资讯送中条例啊，所有的资讯的话都直接送到中共手里，送到习近平那儿去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台湾的这个立法会的话，等于是沦为中共在台湾的一个情报搜集机构啊，然后你还不能质疑它啊，它也是变成了一个侵害人权的打手。他比如说台积电，你把你所有的机密都给我啊，我交给习近平啊，你把所有的技术都给我，你不交就是藐视国会啊，你这样做的话，你想这种情况，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很夸张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是没有这么做的话，他这个法案条文的本身的话是允许他这么做的。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对吧？而且整个立法过程的话，都存在着程序正义的问题，就是国民党禁止民进党立委对改革方案的各条款进行修正、辩论和审议啊。这个在大家对这个法律条文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直接付二读啊，这个就是完全都是这个违宪的行为。那么现在情况是台湾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啊？首先，可能很多人可能讲说，那么有没有可能由赖清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啊！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因为按照宪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国会我是用美国的说法了，就是台湾的立法院可以被解散的，是行政院和立法院互相之间不信任，就是立法院呢通过对行政院院长的不信任案10天以后，这个时候呢，总统在咨询了立法院的院长之后的话，才能够宣告解散立法院。也就是说，立法院不相信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然后呢，的话他可能就把行政院长就解职了行政院长就得辞职了。但辞职的时候呢，行政院长的话要请求总统，总统可以跟立法院商量之后的话，就可以去宣告解散立法院。而现在的话呢，等于立法院现在要强行通过一个法案，他没有说要对这个行政院院长不信任所以呢，总统就没有利用宪法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这个条文规定去解散国会这是第一点。那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去罢免这些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委员？现在不可以台湾这是他的这个宪政制度这个设计问题了就是台湾的议员呢选一次4年跟这个总统任期是一样的，没有中期选举。美国在设计的时候之所以设置2院，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呢，就是让众议院可以迅速的更换，2年选一次，2年选一次，一届众议员只能担任2年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保证说如果你不能够听从选民的意见的话，你会被迅速更换。而参议院的话呢，一旦当参议员的话，任期一次是6年。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你有足够的任期的时候的话，你才有足够的底气去推行一些能够对美国长远有利的东西，而不是推行一些短期的对美国有利的计划那长远起来可能会伤害嘛。但是你短期对美国有利益的话，你就可以连选连任呢，这样不行要兼顾短期和长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样的2院制度。当然，美国在宪法设计中还有参议院的话，必须这个通过法案的时候需要有 super majority 就是这个必须得60票以上的话才能够通过如果一个党坚决反对的话，通常来说是不能通过的。所以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设计呢，当一次立法会的委员呢，就这个任期4年没有中期选举。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有没有可能去让某一个立法院的这个议员被罢免呢？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呢，有一种立法院的议员是不能被罢免的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分区立委。所以你知道像现在这个立法院的院长，他就是不分区立委，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罢免他就是这个韩国瑜嘛，对，你没有办法去罢免韩国瑜，因为他是不分区那对于那些分区立委的话，你可以罢免，但是呢，罢免的这个在他上任1年之内是不能罢免。他现在刚刚上任嘛，这2月份的时候刚刚上任嘛，他上任1年之内的话是不能罢免。所以你现在如果想罢免这些议员的话，也没有机会也没有机会。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一个呢就是指出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然后的话呢要求这个台湾的最高法院对这个新的法案是否违宪的问题是否违反了程序正义的问题进行司法复核。但这个过程会旷日持久，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说在司法复核之前，假如立法会已经通过了，把这个法案送到总统那儿去的话，按台湾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宪法规定的话，总统是有义务，当然这是我从字面理解哈，当然有人有别的解释哈，但是字面上看来说的就是，一旦送交总统的话，总统就要把这个法案公布。当然，总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法案送过来之后，总统说我不同意啊，再驳回去啊，驳回到立法院。美国的话呢是国会的法案送交总统，总统可以否决，否决之后呢，国会2/3以上通过的话，总统就不能再否决了。但是呢，台湾不是这样，台湾这就是它的宪政设计真的有问题。立法院通过之后，送交总统，总统的话如果驳回的话，立法院重新讨论完了之后，仍然是以简单多数通过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法案通过啊，不需要2/3。这样的话，等于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多数通过的，你现在驳回之后的话，再表决一次的话也没区别，对吧？所以仍然是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这就是台湾现在宪法这个设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将来台湾宪法的设计真的要改，可以借鉴美国的这种宪法的设计。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应该借鉴美国的这种宪法设计。所以现在呢，这个大概唯一能走一条路哈，就是进行司法复核。当然，民意的压力啊可以施加，但是这种民意压力施加起来到底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微乎其微啊，这种作用微乎其微。主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不能罢免嘛，1年之内不能罢免他们这些刚上任的这些立法会的议员，然后呢，这个再加上这个蓝白啊背后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他们自己想干这个事情啊，很可能背后有中共的那个鬼影。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袁宏斌就讲过，说这个习近平就是要决战立法会嘛，因为行政这块啊，就是总统这块呢，已经被民进党这个总统已经选上了，是吧？习近平也没有办法，就是想通过立法会去给，通过这个立法院呢，去给这个行政当局去捣乱啊，让这个赖清德一事无成，甚至可能去有意的制造台湾的撕裂啊。这个目的的话，就是如果台湾真的社会动荡的时候，这是中共当时入侵台湾的几个原因之一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共可以出兵啊。如果台湾出现动荡，而且又有台湾内部的人请求中共出兵的话，中共就可以出兵。所以如果就是说真的台湾社会发生严重动荡的时候啊，这个中共是有借口出兵的啊。这是对台湾来说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立法的问题啊，也不仅仅单单的是一个宪政危机，而是台湾的国安的危机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这个情况非常严峻的，那就这个原因啊，为什么非常严峻的话，就是差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内容谈得还不错的话，就麻烦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吧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再次感谢这个扁康丸啊对我们的赞助啊，因为咱们这个频道现在没有收入嘛，所以这些对我们提供这个商业广告的这个公司呢，对我们这个频道的运转啊，都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就是再度表示感谢啊，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好了，那么咱们下次节目